Hello， 大家好，我们是草泥汉堡，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们飞车未来第3季第3集。这一集主要讲圣诞老人的故事。圣诞节即将来临，按照冬季传统，扎龙7号星北极熊俱乐部的成员们会纷纷跳进一条安水河，然后无人生还。圣诞安全委员会首脑提醒大家，在圣诞节中一定要注意杀人如麻的圣诞老人，拴好大门和宠物说拜拜，并把孩子锁在壁橱里。刚说完，赫米斯就封了电视，他必须要为圣诞老人的到来做好准备，其他人也锁好壁炉。教授甚至启动了防弹窗板，就是为了防止去年的事情发生。现在只要没人蠢到离开这房子，圣诞老人就动不了大家一根汗毛。快递小队欢呼雀跃，却没想到教授又吩咐他们将孩子们写的一袋信送给位于海王星北极的圣诞老人。因此，快递小队不得不冒险出发。途中，他们看了孩子们写给圣诞老人的信，信中全是不好的事情。圣诞老人不是用自行车弄破小女孩的内脏，就是用栗子解决小男孩的爷爷。弗赖觉得这不公平，在他的年代，圣诞节应该是让人们团聚，而不是分离。因此，他决定把记忆中的圣诞节找回来。莉拉赞同，很快3人就来到海王星的北极，看见一行小精灵海王星人，莉拉称赞他们十分可爱。海王星人却告诉快递小队，自己如此瘦小，是因为圣诞老人不给吃的，所以他们只能烧杀抢掠或者吃一些垃圾。至于住房姜饼屋，海王星人表示食物以容身之处，两者不可兼得。那制作玩具也没有报酬吗？在西方的神话传说中，圣诞老人送给孩子们的礼物是由他手下的小精灵制作，据说他们还有专门制作玩具的工厂。可由于31世纪的圣诞老人认为每个人都是坏人，所以海王星人压根就没必要制造玩具。弗莱听后更加气愤。后来在海王星人的帮助下，快递小队来到了圣诞老人的老巢缤纷城堡。此时圣诞老人正在监控里观察谁更坏，看见歹徒殴打店主勒索保护费。他说歹徒是很坏，可店主没有付保护费，他更坏。说完将画面转到了行星快递公司。可就在保安出现在屏幕上时，海王星人送来了快递小队和孩子们的信。莉拉立即实施计划，因为圣诞老人是机器人，他准备用逻辑悖论摧毁他，并叫班德堵上耳朵。说干就干，3人从信中出来，圣诞老人随即举起大炮。关键时刻，莉拉对圣诞老人说，你是被编程用来消灭坏人的，但许多被你消灭的人实际上并不坏，因而从逻辑上来讲，如果我指出你是坏人，你也必须消灭自己。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圣诞老人的脑袋是用矛盾吸收爆炸环制造的，所以逻辑悖论对他不管用，3人仓皇逃跑，圣诞老人穷追不舍。最后快递小队好不容易躲过大炮，逃出缤纷城堡，上了飞船，结果飞船引擎又被圣诞老人抓住。好在尽管他们没能启动飞船，可圣诞老人也因此被冻在了雪地里。这下海王星人终于能制造玩具了，他们兴奋不已。弗赖本打算顶替圣诞老人，不过以人类的力量，他根本无法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所以圣诞老人的重担还是落在了班德身上。虽然他不是按照圣诞节规范制造的机器人，但也不是被制造来偷莉拉钱包的，他还不是照样做到了。班德相信自己能胜任这份工作。眼看距离圣诞节只有几个小时，海王星人立刻开始制作玩具，弗赖和莉拉也来帮忙，班德则被刷上了粉红的漆。经过大家的不懈努力，礼物总算如期完成。班德坐着雪橇来到了地球，他正准备给孩子们送礼物，可因为之前圣诞老人的恶行，人们以为班德跟他一样坏，所以每个人都讨厌班德，二话不说就把他打得遍体鳞伤。在送礼物途中，班德偶遇了一位匡萨机器人，他在送传统匡萨之书。匡萨究竟是什么？这项工作他已经干了647年。注释：匡萨节是每年的12月26日，是非裔美国人的节日。公司大伙在装扮圣诞树。尽管莉拉再三告诉教授，班德是圣诞老人，不要伤害他，但当班德出现，教授还是 No。可怜的班德不想再继续遭受折磨，将玩具通通倒进下水道，给了变种人一个对于美丽又难以实现的标准。接着他来到垃圾箱喝酒，警察见他一身红衣，以为是圣诞老人，并把班德抓上了法庭。就这样，所有人都认为班德是圣诞老人，控诉他反人类罪，尤其是教授。证人小女孩在律师蓝公鸡的威胁下，也指出班德就是圣诞老人。尽管班德还给了他1块钱和一些糖果，而法官由于急着回公寓吃火腿大餐，果断判定班德有罪，判决在他日落时分被处决。看着班德被带进死刑牢房，莉拉和弗赖来到海王星，他们打算带真正的圣诞老人去证明班德的清白。可因为玩具工厂的污染造成了温室效应，圣诞老人挣脱冰块的束缚，又对弗赖和莉拉进行攻击。2人借此赶快启动飞船回到地球，谁知圣诞老人也跟了过来。另一边
天，班德已经被带到刑场，市长对他说，只要我启动开关，强力电磁体就会把你五马分尸。不仅如此，还有观众围观。当随机数生成器生成0的时候，你将被处决。画壁按下开关，随机数生成器开始跳动。突然莉拉闯入，接着是弗赖、赫米斯、艾米以及教授，他们都表示自己才是圣诞老人。对了，还有扮演耶稣的约翰。弗赖更是说，如果要处决班德，那你就必须处决我们所有人。但市长压根就不是他这一套，恰好这时0出现，可就在班德被行刑时，圣诞老人救了他。此外，他还邀请班德来帮自己挽救圣诞节，换句话来说就是和他一起进行残忍的大清洗。班德同意，城市再次陷入危险，小女孩也再次被自行车砸中。莉拉想不到费尽千辛万苦，圣诞节还是和以往一样被毁。现在他们没有电，没有暖气。弗赖却表示，未来的圣诞节没有完全被毁，因为恐惧使人团聚，这就是圣诞节的魔力。匡萨机器人鉴于光明节巫神在布纳布里斯举行宴会离开了，班德被圣诞老人踹下雪橇，原因是戏弄圣诞老人，圣诞节由此结束。原本快乐美好的圣诞节，在未来竟然变成了人人害怕的日子。更可悲的是，即使没有换蛋圣诞老人，人们也还是对圣诞老人深恶痛绝。可见一个人的成见到底有多可怕。其实不管谁去送礼物，人们都会把他当作坏蛋圣诞老人，因为关于他的印象，人们早已根深蒂固。所以出于戒备心理，就算班德是好人，他们照样像会对坏人那样对待他。不过更让人值得反思的是，起初圣诞老人不让海王星制造玩具，海王星人过得很艰苦，但当他们能制造玩具后，他们又因为工厂污染造成了温室效应，导致圣诞老人再次祸害世界。或许冥冥之中一切早已注定，既然有些事实无法改变，那不如平静接受吧。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评论、加关注，咱们下次再见，拜拜。